在上期视频中，我们分享过机会、时候的重要性。耶稣说的一句话就是For my hour is not yet come。 中文意思是我的时候没有到。这只是强调上帝要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做事情。然而时候呢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当时间不对的时候，上帝的奥秘是人不能明白的，只有时候到了，人才会明白。所以当时候到了呢，上帝会让人想起某些事情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想起。而与之对应的呢，那就是忘记。约翰福音的16章记录耶稣曾这样的预言过：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让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告诉过你们。马太福音的26章，耶稣预言彼得要3次不认主。彼得认为这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也没有太在意，那也就是我们说的忘记的意思。而当耶稣被捕以后呢，所有跟从耶稣的门徒呢都惊慌躲避了，彼得呢却站在远处看着。后来就有人认出他是与耶稣一起的，他否认。当他第3次否认自己认识耶稣呢，鸡就在那个时候叫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上帝使得彼得想起耶稣当初的预言：鸡叫以先，你要3次不认我。他就出去痛哭。在创世纪的约瑟的故事中呢，有这样一个插曲，就是当时约瑟被关在监里，估计当时的法老呢肠胃出了问题，由于不知道是喝的酒的问题还是吃的食物的问题，就把那2个官员，一个管酒的，一个管膳食的，都下在监里。2人呢同一天晚上各做了一个梦，当时同样在监狱里的约瑟呢就为他们解梦，预言那个酒政呢将会得到官复原职，所以委托他为自己在法老面前求情。那位管酒的官员果然像约瑟所预言的得到官复原职，然而他出去之后呢，就把所答应的事忘了。直到多年以后呢，法老也做了梦，他才突然想起此事。通常人的忘记呢，没有什么神奇之处，但圣经记录此事的目的在于暗示那个人的忘记是有目的性的，或者说他的忘记不是随机发生的，而是被安排的，是为了之后的想起所预备的。由于那个酒政呢，在出狱之前答应约瑟的请求，但因为他把这事忘了，后来呢，法老呢提到做梦的事，他才突然想起，所以有某种的负罪感，所以他说我想起我的罪来。因为上帝需要这个人的引荐，所以才使他经历这样的事，这样他才会给予足够的重视。当时约瑟呢在监狱里向那管酒的官员呢说的原话是：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说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如果那个人已经被释放，他这样的请求就不足为奇。然而那个人仍然还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他就这么说，说明他对自己所预言的非常的确信。相信这一点在法老面前也是很有说服力的。非常类似的呢，当耶稣讲道的时候，人们信他所说的呢还算合理。然而当他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，那个角色就是即将死掉的人，这个时候是最没有可能有人在相信耶稣是救主的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个同样被钉十字架的强盗却说：耶稣啊，替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这样的话比任何其他时候讲都更有可信度，以至于耶稣当即就给他应许，就是他将要和耶稣一起在乐园里了。曾看过一段视频的采访，是位西人牧师叫 Pastor Lee Wenden， 讲述当年的一个经历。那应该是30年前的事了。有一位女士呢，给他一本小册子，只有94页，书名叫他，就是英文的 him，
里面使用特别的文学手法描写了耶稣的一生。那位女士呢说这书写的相当不错，但是那位作者呢经历了某种苦难，离开了家，离开了工作，甚至离开了教会，也离开了上帝。他如今在哪里没有人知道，好像是从地球上消失了。那位女士最后嘱咐说，我真希望你能读一下，但是我不能送给你，因为这个书已经不再印刷了，所以你记得读完以后还给我。结果呢，这位牧师把书带回家之后呢，就和约瑟故事中的那位酒政是一样的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事全忘了。那书呢就放在书架上，一躺就是2年半。2年半的一天，他无意中注意到那本书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突然想起来当年人家的嘱咐，所以他心里备受责备。这一点和那个法老的酒政所说的我想起我的罪来。他当时想的是尽快拿起来阅读，这样读完以后尽快的还给人家。然而当他开始读的时候，只读了2个章节，就感觉内心备受的感动，眼睛里都已经泛出了泪花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心里有一个特别的感动，就是要他打电话给作者，告诉人家自己的感受。他注意到这个感动只能是来自上帝。他打电话给查号台，请人家帮助呢查找那个人的号码。他拨通了那个电话，也确认了对方的名字，然后解释自己不是做推销的，只是想确认一下你是否写过这本书，叫 Him。 他说这个电话呢是因为上帝的感动，这本书呢对自己的意义很大，只读了2章呢眼泪就出来了。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刚说到这里呢，对方那个人就完全哭起来了。那个人呢开始解释，你知道圣经中的有个浪子的故事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那个浪子，是浪子中的浪子。我想回家，但是不能，我很孤独。就在今天早上，差不多已经10年了，我终于跪下祷告神，说我想回家，但我知道那个可能性是0，所以我求上帝给我一个印证，让我知道我以前为上帝所做的还有那么一点价值。我需要知道。正说到这里呢，电话就响了。圣经中的浪子的故事呢，是指一个离开家的儿子。那个年轻人呢，可能是与兄弟有矛盾，以为离开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，可以活在梦想之中，而实际上他的境况却更差了。而这个人呢，也称自己是浪子，他也是因着某个原因离开了一切，不仅是家庭，也包括自己所信仰的上帝。人对离开所期望的就是忘记过去的经历，然而他的选择却使自己的处境更糟糕。他的内心孤独，渴望上帝的安慰。他所面对的障碍呢，就是感觉上帝也同样把他忘记了，所以他试探地寻求印证。真正使人忘记过去的不是逃离，而是胜过，那就是当人经历上帝在人生命中的作为，因为只有上帝能够改变人的心。这也同样是圣经中的特点。在约瑟的故事中，他被无辜地关在监狱里多年，看不到希望，终于因为上帝的作为得到法老的重用。经文中也特别的提到，约瑟为他在埃及所生的长子起名为马拿西，意思是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由此可见，只有上帝使他的心改变了。忘记与想起在圣经中有这样几个特点：神准许人忘记，是为了使人在特定的时候想起，这样才能明白上帝的奥秘。神使人忘记，是为了使人在关键的时刻想起，是为了成就上帝的旨意。神对人没有忘记，神使人有能力做到忘记应该忘记的事。